来关注一下汇市方面，近期在强势美元的影响下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回落。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在7.1270，调贬22个基点，连续第7天调低。即期汇率及走势分化，在岸人民币日内逼近了7.27的关口，创下年内的新低。而离岸人民币在昨天跌破了7.30的关口后小幅反弹，在7.29的关口震荡。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9点，在岸人民币报在7.2687，跌0.03%；离岸人民币报在7.2975，接近平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迄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累计下跌超过1600点，跌幅超2%。不过呢，横向来看，日元、韩元、印尼卢布等货币对美元的贬值都超过了5%，显示人民币汇率依然具有韧性。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贬值。6月26日盘后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破7.3关口，刷新7个半月新低。6月27日。离岸人民币开盘价仍走低，报7.3004。同时，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回落，报7.2665，亦刷新近7个半月新低。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也持续走弱。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由中国央行设定，现行交易规则规定，在岸人民币及期价的日内波幅不能超过中间价的上下2%。中间价不仅制约了在岸人民币涨跌幅，也释放了人民币未来走势的重要政策信号。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稳步上行，凸显监管对汇率有序贬值的容忍度不断上升。截至6月27日，央行挂牌报7.1270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已连跌7日，连续创下逾7个月低点。我怕风浪大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目前人民币汇率完全依赖政府的强力外汇管制，外贸结算采取强制结汇，因此人民币是在央行管控下进行操作。为了防止做空人民币，央行规定离岸人民币每日交易不超过3000亿美元，从而防止人民币出现暴跌现象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金融风险。从中长期来看，市场一致看空人民币。中国房地产市场加速破灭，经济下行，资产泡沫破灭，导致所有抵押物迅速贬值。路透社分析指出，在中国投资人对经济复苏及资本市场预期欠佳的情况下，纷纷将资金转往收益率较高的市场，造成中国大量资本外流进入香港等地，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大增。这次跌破了3000点，现在中国人其实最习惯的就是3000点保卫战，其实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就觉得我们的股市可能就应该这样。最近除了股市，房价也在下跌。那么按照5月份的数据，70个大中城市的20房的房价又是全部下跌。特别是北上广深，我们看到20房房价的跌幅又扩大了。5月份其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，为什么？因为5月17号我们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，应该说这一揽子的政策本身决心很大，力度也很大。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看到房价仍然在下跌。最近汇率也是这个，随着美元最近比较强势，人民币的汇率又创了最近一段时间的新低，现在差不多是7.3左右。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，面对汇率的下跌，面对房价的下跌，面对股市的下跌，我们应该保哪一个？应该是保房价、保股市，还是保汇率？其实我认为抓住中国经济的关键特别重要。现在影响中国经济信心的最大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其实是2个。第一个是房地产，因为房地产的影响面实在是太大了。特别我们之前提到5月份、4月份中国的金融数据，有很多指标 M2 也好 M1 也好，还有我们的社融增速也好，增量也好，都创了历史新低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钱放不出来了。那么钱放不出来的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房地产这个抓手没了啊！所以稳住房地产，无论对于金融政策的实施，还是对老百姓的财富，还是对整个宏观经济而言，它的重要性真的被低估了。所以稳房价肯定是第一位，稳住房地产肯定是第一位。那么517政策以后，我们也建议后续的政策能够跟上，能够根据目前整个市场的这种变化，不断的加码政策。因为
地产到今天为止受伤太重了，再不出台更加重磅的政策，要逆转市场的信心比较难。第二个，股市股市尽管从08年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3阶段保卫战，但是股市到今天，我们讲对整个信息的影响也比较大。所以其实从08年我们可以去看欧美、日本，其实都走了一条路，就是通过稳住地产，通过稳住资本市场，然后给实体经济的复苏赢得充足的时间。股市稳住了，房地产稳住了，最起码而言，居民的财富效应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收缩。我们现在房价一下跌，股市一下跌，财富效应没了，对整个信息的影响比较大。所以我认为在这3个里边，保股市、保房价是特别重要。股市保住了，房地产稳住了，中国经济稳住了，中国经济稳住了，汇率自然就稳住了。所以在这个里边，我们的货币政策一定要认识到这个算这个大账在哪里，这个账应该怎么算，我觉得要搞清楚。比如说要不要降准，要不要降息，为什么不敢降准不敢降息？美国现在不降息，我们降息，人民币汇率可能会下跌如果我们降息，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少了，对整个地产对整个股市好了，经济整体好起来，汇率自然就起来了。所以澳新银行资深中国策略师邢兆鹏认为，美元走强，人民币作为低息货币同样面临套息困局。当前人民币汇率很大程度上受外部环境影响，美联储降息前景未定，欧元区仍有可能继续降息，叠加法国议会选举右倾化，美元指数因此不断走强。瑞穗银行亚洲首席外汇策略师张建泰表示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7连跌，凸显监管对汇率有序贬值的容忍度不断上升。未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中国央行可能将2023年9月的低点7.3503元视为最终底线。现状不可描述，未来无法预测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国际地缘政治风险，有分析指出，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与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新动态密不可分，如俄乌冲突和以哈冲突升级，推动国际资本更加青睐美债作为避风港等，这些因素都推动美元走强。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，高盛在6月25日的研报中称，围绕全球贸易政策的讲话和行动正在更趋鹰派。特朗普若胜选，可能导致美国进口商品面临高昂关税，报复措施和摩擦升级或将接踵而至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已升至2018年至2019年贸易战以来的最高水平。据测算，贸易战风险为美国上市企业的投资同比增速带来了0.3个百分点的拖累。Steven Dover 表示，对美国选民来说，经济问题一直比其他任何问题都重要。不少选民正抱怨拜登执政时期整体物价高企的现象。对很多美国家庭来说，美国的通胀问题主要归咎于拜登经济 Bidenomics 导致的预算赤字或美联储的一些失误。